你是不是正抓着一把坚果大快朵颐，心想多吃点对身体好？慢着，有些坚果可能正偷偷伤害你的肾脏，不论年轻还是年长，吃错了坚果，肾脏都会哭给你看。医生甚至警告说，再给你10个肾脏都不够用。听起来夸张吗？其实一点也不。肾脏问题往往就是这样在我们忽视中积累的。今天这期我们就来聊聊5种会伤肾的坚果，以及健康吃坚果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在深入探讨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2个关键点。首先，肾脏到底有多重要？其次，坚果为何被视为健康食品？只有搞清楚这2点，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些坚果对肾脏不友好。提起养生，很多人首先想到护心护肝，却往往忽视了肾脏。实际上，肾脏才是我们身体里默默付出的劳模。每个人都有2颗肾脏，位于腰部脊柱两侧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。肾脏的主要工作是过滤血液，排出废物，它好比人体的污水处理厂。每天约有150至180升初级尿液在肾脏生成，经过重重处理浓缩为1至2升尿液，把体内多余的水分、电解质和代谢废物通通请出去。同时，肾脏还能调节血压，维持电解质平衡和酸碱平衡，并分泌激素，促进红细胞生成，激活维生素 D， 维护骨骼健康，可谓身兼数职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肾脏任劳任怨，极少含泪。许多肾脏疾病在早期并没有明显症状，因为肾脏有很强的代偿能力，哪怕一侧肾脏损失功能，另一侧也能顶上很长时间。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肾脏出问题了，直到损伤已经很严重。比如慢性肾病患者，肾功能下降到只剩正常的 30% 至 40% 时，可能才开始出现乏力、食欲差、浮肿等症状。在这之前，肾脏一直默默扛活不抱怨，危险也就被我们忽视了。一旦肾功能严重受损，就难以逆转，需要透析甚至换肾，代价惨痛。所以日常保护肾脏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等到出事才后悔莫及。既然要聊坚果，我们得先了解坚果到底好在哪儿。坚果，例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、花生等，被称为健康零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其营养价值相当高。优质脂肪，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单不饱和脂肪和部分 Omega-3 脂肪，这类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植物蛋白，坚果提供植物性蛋白质，是素食者蛋白补充的重要来源。适量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肌肉和组织修复。膳食纤维，坚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利于肠道健康，帮助控制餐后血糖上升速度，并增加饱腹感。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坚果是维生素 E、B 族维生素以及镁、钾、锌、硒等矿物质的宝库。维生素 E 是强抗氧化剂，有抗炎抗衰老作用。镁和钾有益于血压控制和神经肌肉功能，硒有助于免疫和甲状腺功能。抗氧化物质除了维生素 E， 坚果中还有多酚、植物固醇等抗氧化成分，可以减少体内炎症，长期适量食用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风险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更不理解了，既然坚果有这么多好处，为什么说它会伤肾呢？别急，正因为坚果营养密集，一些成分含量也特别高，如果食用不当，这些营养反而会变成身体的负担，尤其是对肾脏来说。下面我们就来揭晓5类对肾脏不太友好的坚果，对号入座，看看你是否也吃错了它们。钾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矿物质，能够维持心脏跳动和肌肉收缩的正常运作。然而钾再好都不及，如果摄入过多钾，而肾脏无法及时把它排出体外，就会造成血钾升高，给肾脏和身体带来风险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的肾脏负责将多余的钾离子通过尿液排出，保持体内钾水平稳定。但当你一下子摄入大量高钾食物，或者本身肾功能不全，肾脏加班也赶不走这么多钾，结果可能出现高钾血症，轻则肌肉无力、麻木，重则心律失常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很多人提到高钾食物，第一反应是香蕉。的确，香蕉钾含量高，
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大约有400毫克钾。然而你可能不知道，不少坚果的钾含量比香蕉还夸张。比如100克开心果含钾约1000毫克，相当于2到3根香蕉的钾。杏仁、腰果每100克含钾也有600至700毫克左右，一小把约30克杏仁的钾就接近200毫克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毫无节制地抓着坚果吃，钾摄入量蹭蹭往上涨，你的肾脏得多卖力才能把这些钾排出去呀？对肾功能正常的年轻人来说，偶尔多吃几颗坚果问题不大，肾脏尚能应付。但是对于肾功能本就不佳的人，例如慢性肾病患者或者老年人，由于肾功能随年龄下降，高钾坚果就很危险。临床上有些肾病患者不知道坚果含钾高，拿腰果当健康零食，结果血钾飙到危险水平，不得不紧急就医降钾。即使是健康人，如果一次吃大量坚果，再加上其他高钾食物扎堆，也可能让肾脏一时招架不住。所以高钾的坚果一定要控制摄入量，一旦肾脏排不出那么多钾，真的是要命的麻烦。磷也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，存在于骨骼和牙齿中，参与细胞能量代谢，可称得上是生命能量的充电宝。不过磷过多同样是个麻烦。正常情况下，肾脏会帮我们调节体内磷的平衡，把多余的磷排出，维持血液中钙磷比例的稳定。但当肾功能下降时，磷就像没被倒掉的垃圾一样，越积越多。高磷会引发高磷血症，迫使身体从骨头中释放钙来中和，多余的钙在血管、肾脏沉积，久而久之导致骨质疏松、血管钙化，还会进一步损伤肾脏。许多坚果都富含磷，一方面坚果含有大量蛋白质和细胞成分，需要磷来支持其结构和代谢；另一方面，植物中的磷多以植酸形式存在，人体不易完全吸收。然而对于肾脏病人来说，就算只吸收一部分磷，也可能超标。拿腰果来说，每100克腰果含磷约500毫克，南瓜子每100克含磷甚至超过1000毫克，简直是一颗磷炸弹。嗑一下午瓜子，磷摄入量可能就爆表了。如果肾脏无法及时排出这些磷，血磷升高会给肾脏和全身代谢带来沉重负担。高磷是慢性肾病患者最头疼的问题之一。有位肾病患者不忌口，经常吃花生、瓜子等坚果零食，结果血磷长期居高不下，骨密度直线下降，关节疼痛不断，还诱发了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，肾功能进一步恶化。医生不得不严令他管住嘴，严格限制高磷食物摄入。即便是健康人，饮食中过多高磷坚果也会增加肾脏的过滤负担，日积月累对肾不利。所以高磷的坚果要少吃，尤其肾功能不好的人更要慎重。草酸听起来陌生，但很多人都听说过草酸钙肾结石。没错，草酸正是导致肾结石最常见的罪魁祸首之一。草酸是植物中常见的有机酸，进入人体后没有任何营养作用，必须由肾脏排出。如果草酸摄入太多，肾脏来不及排干净，就容易和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结晶，沉积在肾脏和尿路里，久而久之变成石头，在肾脏里铺马路，对肾脏组织的伤害可想而知。除了结石，草酸堆积还可能直接损伤肾小管，引起急性或慢性肾损伤。坚果中也有不少草酸含量高的品种，尤其是杏仁、腰果、花生、巴西、坚果等，草酸含量都属于高段位。比如28克杏仁含有约120毫克草酸，腰果和花生的草酸含量也很可观。如果你每天坚果不断，再加上喝浓茶、吃菠菜等高草酸食物，那肾脏简直是在草酸的海洋中挣扎。曾经有位年轻人热衷健身，天天喝菠菜坚果奶昔，结果没多久就查出肾里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结石，把他吓坏了。对于有肾结石病史的人或者慢性肾病患者，高草酸坚果绝对是雷区，一定要避开或严格限制。即使一般人也要当心草酸叠加效应。吃坚果时尽量不要同时大量摄入其他草酸高的食物，可以搭配覆盖食物一起吃，让草酸在肠道就与钙结合排出，并且记得多喝水，
帮助把草酸及时排出体外，这样既能享受坚果美味，又不给肾脏添堵。原味坚果本身钠含量不高，但市面上很多坚果都经过调味加工，例如盐橘、腰果、五香、花生、芥末、青豆等。这些零食吃起来香脆过瘾，却往往含有惊人的盐分。一大把咸花生下肚，摄入的钠可能比一包薯片还多，钠会直接影响血压。吃盐多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这是常识。而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不仅伤害心血管，也是肾脏的大敌。长期血压过高会损伤肾脏血管，使肾功能下降，并形成恶性循环。肾越差，排钠越困难，血压越高，对肾脏的伤害也越重。除了导致高血压，高盐饮食还会打乱体内水盐平衡，加重肾脏负担。摄入过多盐分后，肾脏得加班工作，把多余的钠排出去，同时身体会锁住更多水分，造成浮肿。有人每天晚上看电视都要嗑瓜子，吃咸坚果，久而久之，血压蹭蹭上涨，整个人也常感觉浮肿疲惫。这其实是肾脏在发出警报，盐吃太多啦。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、肾病、心脏病的人，更要远离加盐的坚果零食，选择原味无添加的坚果，并控制总量，别让一时的咸香痛快最终变成肾脏的无叹息。坚果虽好，但一定要新鲜、安全。如果坚果存放不当，受潮发霉，就可能滋生可怕的黄曲霉毒素。这种毒素由霉菌产生，常见于发霉的花生、玉米等粮食中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。黄曲霉毒素对肝脏的伤害最为人知，可导致肝癌和急性肝衰竭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它对肾脏也有极强的毒性。作为解毒排毒的重要器官，肾脏一旦经常接触这类毒素，组织细胞会受到损伤，严重时可能出现肾衰竭。吃了发霉的花生、坚果，不仅味道苦涩，还会让毒素悄悄入侵身体，危害肝肾健康。即使没有发霉，放置太久的坚果也可能氧化变质。坚果富含脂肪，存放久了会出现哈喇味，也就是油脂酸败的味道，产生过氧化物等有害物质。吃了这种变质坚果，轻则恶心不适，重则伤肝伤肾。曾有新闻报道，一位老人舍不得丢掉反潮发苦的花生，每天吃几颗，结果出现慢性黄曲霉毒素中毒，肝肾功能双双受损。这样的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。因此，挑选坚果时一定要注意品质，购买正规渠道的新鲜坚果，储存时保持密封干燥，并在保质期内吃完。发现坚果受潮发软、长霉斑或闻起来有哈喇味，就要果断丢弃，别舍不得那点小钱。不新鲜的坚果再有营养，也可能变成毒药，让你的肾脏替你背黑锅。虽然坚果营养丰富，但对于某些人群来说，再健康的食物也要谨慎摄取，坚果也不例外。特别是以下这些情况的人，更要控制坚果的摄入量。慢性肾病患者、肾功能不全者、排钾排磷能力差，坚果中的钾磷容易堆积，引发高血钾、高血磷，加重肾脏负担。肾结石易感人群，这类人对草酸盐特别敏感，高草酸坚果可能诱发结石复发，应尽量避免。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盐分摄入，盐橘、坚果等高盐零食会升高血压，间接损伤肾脏。糖尿病患者，这类人常伴有代谢综合征和肾损伤风险。坚果热量高，脂肪多，吃多了容易发胖或血脂升高，进而影响肾脏健康。中老年人年龄增长会导致肾功能下滑，对矿物质代谢的调节能力变弱。中老年人应适量吃坚果，避免钾、磷过量积累。以上人群并非不能吃坚果，而是要特别注意控制量和选择种类。千万别以为自己年轻或身体好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狂吃坚果。肾脏承受的隐形压力会日积月累，别等某天问题爆发才追悔莫及。过量摄入不仅增加肾脏负担，也容易热量超标引起肥胖。记住适量为安，把坚果当作点心而非正餐。选择种类尽量搭配多种坚果，不要长期偏爱某一种。不同坚果的营养略有差异，混合食用更均衡，也可避免某一种矿物质摄入过量。
如果你有肾病等问题，可以选择钾磷含量相对较低的坚果，例如核桃、榛子、夏威夷果等，少吃腰果、巴西坚果等高钾高磷的种类。拒绝重盐重糖，尽量购买原味、未添加盐和糖的坚果。重盐重糖的坚果虽然美味，但隐藏了大量钠和热量，对肾脏和全身健康不利。如果嫌原味寡淡，可以自己生烤坚果，或选择淡盐、低糖调味的坚果，例如薄盐腰果、蜂蜜、烤杏仁，但也要适量少吃哦。巧妙预处理，一些坚果在食用前可以稍作处理，比如将生杏仁、花生用清水浸泡数小时，再沥干烘烤，可减少部分植酸和草酸，提高营养吸收率。吃坚果时也建议多喝水或搭配水果，这有助于稀释代谢废物，减轻肾脏压力。注意存储，坚果买回家后要密封保存，置于阴凉干燥处，防止受潮霉变。不要一次囤太多，按需购买最新鲜的坚果。定期检查坚果状态，如有发软、发霉、异味或发苦，就立刻丢弃。保持良好的储存习惯，才能确保入口的坚果新鲜安全，免得让肾脏跟着遭殃。听完这些，你是不是对手里的坚果有点敬畏了？别误会，我们并不是让你从此戒掉坚果，而是希望大家吃得明白，吃得安心。坚果的确是好东西，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就能既享受美味，又不伤害身体。今后吃坚果时，记得想想你的肾，给它减负，注意适量，挑对种类，控制盐分，确保新鲜，保护好我们仅有的2颗肾脏，总比真到了需要10个肾的时候强得多。愿大家都能健康享用坚果，让肾脏一直在线，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。相信吗？有些人第一次走进肾脏科诊间，就被医生宣判要终身洗肾，听起来像噩梦，但这是真人真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案例背后的故事和知识。想象一下，某天早晨，一位上班族张先生醒来时，觉得全身无力，喉咙痛。他以为只是小感冒，打算看个医生拿点药。结果到了医院，医生皱着眉头问他：你最近是不是常常疲倦，呼吸闻起来有股氨水味，知道吗？张先生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竟散发出类似尿骚的异味，脸色也灰白。更糟的是，检验结果显示他的肾功能已经跌到谷底，慢性肾衰竭第5期。医生当场宣布，你需要立刻开始洗肾。张先生完全傻眼，早上出门前他还以为自己感冒，晚上回家却成了一名洗肾病人。这听上去十分震撼，可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。肾脏科名医洪永祥医生就曾感叹，如果病人出现症状再来看诊，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指出，在他接诊的患者中，有大约1/5的人属于这种第一次看诊就得洗肾的状况。这些病人平时毫无察觉，等到身体发出明确求救信号时，一查竟然是末期肾衰竭，需要终身透析维持生命。台湾因为洗肾患者特别多，甚至被称为洗肾王国，约有10万人靠洗肾生存。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这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肾脏拖垮？我们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下一个不知不觉患者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头开始揭开肾脏的神秘面纱，避免重蹈覆辙。肾脏到底有多重要？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肾脏，位于后腰靠上的位置，形状像2颗红豆。别看它们个头不大，每个肾脏大概巴掌大小，重量不到半斤，却是身体里的顶级清道夫和化学实验室。肾脏的功能包括过滤血液、制造尿液，将身体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体外。同时，肾脏还负责调节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，就像身体的水库和盐量调控阀。你喝水多了，肾脏加班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；盐吃太多，肾脏努力把过剩的钠排掉，维持血压稳定。此外，肾脏还悄悄扮演着内分泌器官的角色，它分泌红血球生成素 EPO， 让骨髓制造红血球，分泌激素调节血压，如肾素，还参与活化维生素 D， 帮助骨骼健康。可以说，肾脏是默默守护我们健康的多面手。肾脏这么忙碌又这么重要，可偏偏它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老黄牛，不太会主动喊痛，
一开始肾功能受损时，身体往往没有明显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肾脏有惊人的隐忍和后备容量，一般人哪怕失去一半的肾功能，都可能毫无症状，日常生活如常。这就像一辆公交车的引擎坏了2-3个气缸，但因为还有其他气缸工作，车子仍然能跑，只是性能下降你没注意到。而等到你感觉不对劲时，往往是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，健康大厦开始摇摇欲坠了。慢性肾病的发生通常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慢性病密切相关。最头号的元凶之一是糖尿病，长期血糖过高会损伤全身的微血管，其中肾脏的肾小球就是受害者。如果把肾脏比作一台精密的滤水器，糖尿病就像不断往滤膜上倒糖浆，时间久了，滤膜变硬变厚，滤孔堵塞，导致过滤功能下降。在台湾的洗肾患者中，近一半，约 46%是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衰竭。尤其对于东亚人，有些遗传基因让糖尿病更容易攻击肾脏。洪医生提到，第2型糖尿病有数百种基因变异，不同基因影响的器官不同。东方人常见的一种基因型，特别容易伤害肾脏的微血管，让肾小球严重受损。相对而言，欧美人的糖尿病并不一定以肾衰竭为主要并发症，更常见的是周边神经受损、腿脚麻木。第2大杀手是高血压。高压的血液长期冲击肾脏细小血管，就像水管里水压过高，时间久了，管壁会破损漏水。同样道理，肾脏的过滤单元会逐渐硬化，功能下降。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常联手出现，都在悄悄伤肾。如果同时存在，无疑雪上加霜。此外，高尿酸和痛风、肥胖导致的代谢综合征也会增加肾脏负担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如高盐、高糖、高油饮食，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肾。现代人爱吃精致加工食品，喝含糖饮料，这些习惯让三高提早找上门，也间接把肾脏推向危险境地。除了这些慢性病，不当使用药物也是常见肾病成因之一。在被忽视的肾脏杀手中，滥用止痛药是很突出的问题。许多人有头痛、腰酸就频繁吃止痛药，比如常见的非甾体抗炎止痛药，长期不按医嘱服用，这类药物会损伤肾脏的过滤结构，造成慢性肾小管间质损害。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成药、中草药偏方，可能含有伤肾的成分，比如马兜铃酸就是臭名昭著的伤肾物质，吃了反而悄悄毁坏肾功能。曾经有喜欢偏方养生的病患，自以为补肾，结果补出尿毒症的惨剧。简而言之，任何药都不能乱吃，长期过量使用都会给肾脏增加负担。平时我们甚至要留意一些隐形的威胁，像是滥用保健品、减肥药，甚至长期大量喝极高蛋白的健身代餐等，都可能超出肾脏的处理能力。你可能会问，如果肾脏受损这么严重，身体难道一点信号都没有吗？其实，早期症状非常不明显，但并非毫无征兆，只是容易被忽视。一旦进入肾病第3、第4期，身体可能开始发出一些求救信号。洪医生总结了一个简洁的口诀：泡、水、高、贫、倦。这5个字分别代表5大警讯：尿液出现许多泡沫，身体水肿，血压升高，贫血，容易疲倦。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肾功能下降后的典型表现。比如说，尿液很多泡沫，可能是蛋白质漏出到了尿里；清晨眼皮、脚踝浮肿，表示体内水分排不出去；血压莫名升高，说明肾脏调节血压的功能失常；贫血和疲倦则由于肾脏不能制造足够红血球，身体毒素又堆积，让人无精打采。只不过这些症状在出现初期常被误以为是其他问题，泡沫尿可能被当成憋久了或马桶清洁剂所致，水肿被当成熬夜或吃咸了，疲倦贫血以为是工作太累，往往就这么混过去了。除了泡、水、高、贫、倦这5大信号，其实肾脏病还有5个容易被忽略的症状。第一，夜尿增多。如果你晚上频繁起夜小便，甚至每晚2、3次，可能不是喝水多这么简单，肾浓缩尿液的能力下降了。第二，抽筋。经常半夜小腿抽筋，可能和电解质钙磷失衡有关。第三，皮肤瘙痒变黑，
慢性肾衰竭会让肤色变得晦暗，皮肤瘙痒难耐，这是毒素累积导致的代谢紊乱。第四，气喘胸闷。肾不好时，水分可能潴留在肺，引起气喘，或是贫血导致供氧不足，让人稍一活动就胸闷气短。第五，恶心呕吐。毒素累积到一定程度，会让人食欲不振，反胃想吐，特别是早晨刷牙时容易干呕。洪医生提醒，如果上述10种症状里，你同时中招了3种以上，那真的要提高警觉，应尽快去看肾脏科，别等病情雪崩了才重视。遗憾的是，不少人平常完全没有留意这些信号，直到身体吃不消了才就医，这就导致了像开头张先生那样的悲剧结果。他们可能长期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，却觉得自己没感觉不舒服就疏于控制，或者从不做健康检查，不知道肾功能早已在下滑，又或者就算体检报告上肾功能数值临界但没标红字，他们也心存侥幸，不痛不痒，应该没事吧。肾脏的沉默往往欺骗了我们，当症状明显时，肾功能常已不到正常的1/10。洪医生透露，大约20%的肾病患者因为没定期检查，首次就诊时已是肾衰竭末期，这类人被称为不知不觉者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患者的肾病并不是一天内突然发生，而是可能已经潜伏发展了10几年，只是他们完全没有察觉或者没有重视那些蛛丝马迹。当他们终于走进诊间，等待他们的不是开点药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张长期洗肾的终身饭票。当肾脏功能衰竭到无法维持人体需要时，医生会建议开始透析治疗，俗称洗肾。洗肾并不是字面意思拿水去洗你的肾脏，而是一种用医学设备替代肾脏工作的方法。正常肾脏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过滤血液，而透析则是在特定时间用人工方式清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水分。目前主要有2种透析方式，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。血液透析最常见，通常每周需要做2到3次。患者手臂上会建立一个动静脉漏管，就像在血管上造了个高速公路的接口，每次透析时连接到透析机，把血液引出体外，通过透析器的薄膜过滤废物，再把干净的血液输回体内。想象一下，就是让血液在体外绕一圈，经过一台人工肾装置把脏东西滤掉，整个过程一般要花4个小时左右。另一种是腹膜透析，在患者腹腔内放置一根导管，利用腹膜作为天然的过滤膜，每天灌入特殊的透析液到腹腔，透析液会吸收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，几小时后再把含废物的液体排出，如此循环。腹膜透析通常患者可以在家里每天自行进行，比较自由，但需要良好的清洁习惯避免感染。无论哪种方式，透析的原理带受损的肾脏清洁血液。听起来透析很折腾人，确实洗肾对生活有不小的影响。一旦开始长期透析治疗，患者就得安排固定的时间去洗肾中心报到。腹膜透析则要每天自行换液，生活节奏必须配合治疗。很多病人每周花约12小时在透析机旁，非常消磨时间。不仅如此，透析患者在饮食上也有诸多限制，水不能喝太多，因为肾脏排不出水，全靠机器每次有限地脱水钾、磷等矿物质含量高的食物，像香蕉、坚果、深绿叶菜等也要限制，否则可能引发心脏危险。可以说，透析让人犹如背负一个沉重的隐形水桶，时时刻刻得注意别让毒素和水在身体里积太多。由于这些原因，不少人一听到要洗肾，心理压力非常大，甚至产生对洗肾的误解和恐惧。有的人觉得洗肾等于被判了死刑，认为一上了机器人，生就彻底没质量了。其实并非如此，现代医疗下，透析患者只要配合治疗，仍可以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。很多人透析多年依然上班工作，甚至有人完成马拉松、爬山等运动，只是需要更周全的规划和照顾身体。另一个误区是，有些患者以为透析过程很痛苦难忍，其实透析本身并不会带来剧烈疼痛，除了刚插针时有些痛感，更多的不适来自透析后的疲劳，或者偶尔因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，但医疗团队会调整透析方案，尽量减轻这些副作用。
也有人担心，一旦开始洗肾就停不下来，越洗越糟糕。事实上，对于进入末期肾衰竭的人来说，透析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，停止透析反而会让身体迅速被毒素拖垮。当然，如果是急性肾损伤导致的短暂透析，有可能肾功能恢复后停机，但对绝大多数慢性肾衰竭患者来说，除非有机会接受肾脏移植，也就是换肾，否则透析确实需要一直持续下去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人生就没有希望。许多洗肾患者都把换肾视为终极目标，如果能等到合适的肾源，或者有亲属愿意捐肾，移植手术成功后就能摆脱透析机，重获新生。但肾源稀少，等待时间长，所以大部分患者还是需要在透析维持阶段好好生活。慢性肾病往往需要多年才会走到肾衰竭那一步，我们就有机会在上半场把它拦截，免得加时赛才来收拾残局。普罗大众如何预防慢性肾脏病进展为肾衰竭呢？归纳起来无非两大方向：控制风险因素和定期监测，早发现。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痛风等慢性病，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将血糖、血压、尿酸等控制在目标范围。就拿糖尿病来说，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，比如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% 以下，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风险。高血压患者遵医嘱按时吃降压药，把血压维持在合理水平，一般130/130左右，或医生建议的目标，也是保护肾脏的关键措施。对于三高前期人群，比如有代谢综合征、肥胖者，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有效预防肾脏受累。饮食上要注意减少盐分和糖分摄取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，可很多人口味重，一碗牛肉面汤的盐就爆表了。过咸的饮食不仅升高血压，也直接加重肾脏负担。糖分则隐藏在各式饮料、甜点中，现代人奶茶、可乐喝不停，这也是糖尿病提早上门的原因之一。试着以白开水或茶替代含糖饮料，既解渴又不给肾脏增加压力。除了管住嘴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，戒烟限酒，适度运动，保持健康体重，这些老生常谈的建议对肾脏同样有益。千万别以为肾不好不能运动，其实轻中度的有氧运动对大部分肾友是有帮助的。相反，不运动，肥胖会让肾病风险更高。还有一个日常小习惯很关键，不要憋尿。很多上班族为了工作忙或嫌上厕所麻烦，长时间忍着不去小便，这对肾脏和膀胱都不好，容易引发泌尿道感染，严重的话可能上行影响肾脏。所以有尿意还是尽早解决，别让毒素在膀胱里停留太久。再来要强调用药安全，避免滥用药物和保健品。所有药物包括中药，最好都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使用，不要自己当医生，长期吃止痛药、消炎药，也不要轻信所谓排毒养肾的偏方或保健品。这些来路不明的神药可能让你一时觉得精神倍增，但暗地里却可能正在损毁你的肾单位。定期体检和留意身体变化是早期发现肾脏问题的关键。一般建议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，其中最好包含肾功能相关项目。血液检查方面要关注2个重要指标：血清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 GFR。肌酐偏高说明肾脏滤过变差， GFR 值则直接告诉你肾功能剩余百分比。很多人拿到报告只看有没有标红字，其实即使在正常范围内，数值的趋势也值得注意。如果你的 GFR 比去年下降了，比如从90降到70，虽然还没低到标红，你也需要留心肾功能正在走下坡，检讨生活习惯并进一步检查。另外，尿液检查同样重要，常规尿检可以发现尿蛋白、潜血等异常，是肾病早期最敏感的信号之一。有些人嫌验尿麻烦就不做，那可不行。尤其糖尿病患者，每年一定要做微量白蛋白尿检查，因为糖尿病肾病最早就是从微量蛋白尿开始的。早一点发现尿里有蛋白，就可以通过药物和控制血糖，把肾病扼杀在萌芽阶段。有人觉得我才30几岁，肾病是老年人才得的吧？其实不然，很多肾脏病，像 IgA 肾病、红斑狼疮肾炎，好发于青年人。
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过早出现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所以任何年龄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也有人听信偏方，说什么提前吃保护肾脏的饮食，防止肾病。结果一问，所谓保护肾饮食，就是过度限制蛋白质，忌这忌那，正常人不需要吃肾病饮食。洪医生强调，坊间流传的肾病饮食其实是为肾功能不全的病人设计的，非常刻板，而且营养并不全面。健康人若照着吃，反而可能营养不良，免疫力下降，得不偿失。真正健康的饮食应该是6大营养均衡，适量摄取优质蛋白，而不是盲目模仿病人的食谱。还有一个常见误解，尿液越清澈越健康。一般来说，尿色清淡说明水分摄取充足，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尿色像白水，尿量又特别多，反而可能是肾浓缩功能变差的表现。尤其在慢性肾病晚期，许多患者尿液变得又清又多，可别以为是好事，那往往是肾脏已经无法正常滤出毒素，只剩下排水功能的结果。所以不能光看尿的颜色就判断肾好坏。聊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人开始忧心忡忡，我的腰有时候酸，是不是肾不好？其实大部分腰酸背痛都是肌肉或骨骼问题，肾脏本身出毛病通常不会直接痛，肾结石或肾感染除外，它们会引起剧烈腰痛。但如果你有上述高危因素或症状，还是及早做个检查安心。关键在于掌握知识，适度警惕。肾脏虽然脆弱，但也是可以呵护和保养的。洪医生分享过一个既舒服又有效的妙招，泡温水澡或泡温泉，这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吧？日本有研究发现，经常泡温泉的老年人，高血压的发生率较低，平均血压也比不泡温泉的人低一些。原来泡温热水可以促进全身微血管循环，出汗时排出一部分代谢废物，并且让人身心放松，减少压力荷尔蒙，对肾脏的血流供应和功能都有帮助。不过泡温泉也有注意事项，水温不要太高太烫，水温最好控制在38到42摄氏度左右，避免过度刺激。泡汤前先补充1杯水，防止出汗过多造成脱水。如果正处于发烧、伤口感染或肾炎急性发作期，就暂缓泡澡，以免加重负担。而正在透析的患者，刚洗完肾，身体比较虚弱，也不宜立刻泡温泉，最好隔天再进行。而且泡汤时间以15分钟为宜，不要过长。说到底，照顾肾脏没有什么灵丹妙药，靠的是平时一点一滴的正确习惯和警觉。最后，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开头的故事。那位以为感冒的张先生，如果能在前几年每年体检时注意到血压、血糖逐年升高，尿检出现蛋白，也许他本可以提前发现肾功能在恶化，及早介入治疗，就不至于猝不及防的被推上透析机。也许他少喝几杯含糖饮料，管住嘴，减点重，多运动来改善代谢问题，他的肾还能再陪伴他多年。所幸张先生开始透析后并没有放弃生活，他调整心态，积极配合治疗，同时努力控制饮食和血压血糖，希望有朝一日能等到换肾的机会。对于我们广大观众来说，更应该引以为戒，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肾脏的重要。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你是否对默默工作的肾脏有了新的认识？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个第一次看诊就得洗肾的不知不觉的人。现在就行动起来吧，关爱自己的肾脏，从日常小细节做起。毕竟身体发出的微弱讯号都是在提醒我们，嘿，我的肾还好吗？记住，守护肾脏健康，就是在守护未来的自己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晚上睡得正香时，突然被尿意憋醒，不得不起床冲向厕所，而且一晚不止一次。频繁的跑厕所让人苦恼，不少人也开始担心，频尿是不是肾脏衰退在向我发出警报呢？有一种说法是，排尿多代表肾功能好，身体在排毒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肾脏科医生提醒，我们正常人一天排尿大约6到8次，如果没有大量喝水或特殊原因却明显超出这个次数，那就算尿频了。特别是夜尿，正常情况下，成年人夜里最多起夜1到2次，如果每晚超过2次都要爬起来上厕所，这就不太正常了。
有人常年累月夜里频频起夜，结果一检查才发现肾功能已经大不如前。曾有一位先生10多年来每晚起夜3、4次，他一直以为自己喝水多，代谢好，没当回事。这么多年的夜尿让他的睡眠质量直线下降，不过他白天除了有些疲倦，也没察觉明显异样，因此更加忽视这一问题。直到最近体检时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肾功能已悄悄下降到了第4期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他大吃一惊，后悔没有早点中视频尿的信号。可见频尿和夜尿很可能是肾脏发出的早期求救信号。为什么肾脏出问题会让人老想跑厕所呢？我们的肾脏就像人体的过滤器和水分调节器，健康的肾脏会根据需要浓缩尿液，留住该流的水，排出废物。如果肾功能下降，肾脏过滤加浓缩能力变差，水分就容易直接排出去，尿量自然增多。这就是为什么肾不好的人常常会出现尿频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别再以为尿多就是肾好了，其实可能是肾脏无法好好的留住水分。此外，肾功能不好时，尿液中的废物排不干净，容易引发尿路感染和膀胱刺激，也会让人有尿频、尿急甚至尿痛的感觉。所以当你的膀胱总在闹脾气，让你跑厕所，千万别只怪水喝多了，可能是肾脏在偷偷抱怨。当然，引起尿频的原因有很多，不一定都是肾脏衰退。比如喝水喝太多，咖啡喝太多，膀胱被灌得满满的，你肯定得多跑几趟厕所。再比如天气冷的时候，人容易尿多，这是因为出汗减少，水分都跑尿里去了。这些属于正常现象，不用过度担心。某些其他健康问题也可能导致尿频，例如糖尿病、血糖高会让身体大量排尿，尿路感染，膀胱受刺激让你一直想上厕所等等。这些情况下出现尿频，并不是肾脏本身出了故障。不过如果你最近并没有摄入特别多的水分，没有上述那些原因，但却持续出现频尿或夜尿增多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特别是伴随腰酸、浮肿、疲倦等症状时，更要尽早去医院检查肾功能，别让小小的尿频拖成大问题。总之，频尿有时是肾脏健康拉响的警报，它可能是肾脏衰退的前兆之一，提醒我们该关心一下平日被忽视的肾脏了。别怕，我们接下来就聊聊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行为在悄悄伤肾，以及如何通过饮食习惯来保护我们的肾，让它不那么容易提前退休。准备好了吗？肾脏的健康可不是一天就垮掉的，很多肾病都是日积月累的生活习惯做出来的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肾脏首当其冲的受我们的饮食影响。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习惯，其实可能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肾。接下来我们来盘点几个常见的伤肾饮食习惯，看看你有没有中招。不爱喝水。我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，对肾脏而言更是如此。肾脏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生成尿液，把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素冲出去。如果你平时喝水太少，尿就少，尿液变得浓稠，里面废物和矿物质浓度升高，容易形成结石，就像水沟不冲水就沉积淤泥一样。你会发现，不爱喝水的人尿液颜色常常深黄，那就是身体垃圾浓度太高的信号。不爱喝水的人，肾脏就像干旱缺水的土地，长期下来可能出现肾结石、肾积水等问题。相反，充足的饮水可以稀释尿液，减轻肾脏过滤废物的压力，所以别让你的肾脏口渴难耐了。当你懒得喝水时，想象一下肾脏正在哭喊，拜托，给我点水吧，再不喝水，我可要干枯成葡萄干了。主动喝水，别等口渴再补救，给肾脏一个痛痛快快冲澡的机会，让尿液把废物带走，不给结石留下机会。总拿饮料当水喝，有些人嫌白开水太淡没味道，每天以可乐、奶茶、果汁甚至功能饮料来解渴，这对肾脏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含糖饮料喝太多，真的容易发胖和引发糖尿病，你知道吗？一杯常规糖度的珍珠奶茶含糖可能高达50-60克，相当于10几克方糖。这么高的糖负荷，肾脏和胰脏可都吃不消啊，所以含糖饮料还是少喝为妙。另外，汽水饮料里常含有磷酸盐添加剂，磷摄入过多会加重肾脏负担。浓茶和咖啡也不宜当水猛灌，里面的咖啡因会让心跳加速，
血压升高，过量咖啡因还会促使身体脱水，使肾脏负担加重。而运动饮料含有大量电解质、钠、钾等，如果你没大量出汗却当日常饮品喝，肾脏只能加班把盐分排出，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。总之，白开水才是最解渴也最护肾的选择。想要点味道，可以尝试在水里加一片柠檬或泡点淡茶，而不是总喝含糖饮料。别再让肾脏替你的甜蜜嗜好受苦了，给它一个清爽的工作环境，它一定会感激的。口味太重，吃得太咸，很多人无辣不欢，无咸不下饭。重口味的饮食虽然下饭，可肾脏可吃不消。我们吃进去的盐分有 95% 需要通过肾脏代谢，盐吃太多，肾脏就得拼命工作来排出过量的钠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。血压一高，肾脏的血管也跟着受冲击，长期下去可能诱发肾病。爱吃咸菜、腌制食品、酱料重的菜肴的人要当心，这些食物里的隐形盐特别多，不知不觉就超标。一天吃盐别超过6克，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。想想看，我们随便一包薯片、一碗泡面下肚，盐可能就爆表了。长期高盐饮食下，肾脏一直超负荷工作，迟早要抗议。或许哪天你的肾脏就会抱怨，盐这么多，我都忙不过来了。为了肾脏健康，还是尽量清淡饮食吧。烹调时可以多用葱姜蒜、胡椒、香草等天然香料提味，少放点盐，让味蕾慢慢习惯食物的原味。你的肾脏会感谢你的清淡选择的。大鱼大肉，蛋白过量，不少人觉得多吃肉猛补蛋白才有力气，甚至有些健身爱好者每天几块鸡胸肉外加蛋白粉。适当的蛋白质摄入固然重要，但摄入过量蛋白质会让肾脏不堪重负，这是因为蛋白质代谢后会产生尿素、肌酐、尿酸等含氮废物，这些都得靠肾脏过滤排出。吃得越多，废物越多，肾脏就得加班加点，拆快递、倒垃圾。如果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状态，肾功能可能逐渐下降。特别是已有肾病的人，高蛋白饮食无异于火上浇油，而且大量吃红肉还可能提高尿酸水平，引发痛风。尿酸高了也会损伤肾脏，尿酸结晶沉积在肾脏，后果可不妙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要你当素食者，而是蛋白质要适量均衡，肉类、蛋奶、豆制品都摄取，但不要每顿都大鱼大肉堆满桌。那些号称一日30个蛋清，狂吃不练就长肌肉的做法并不健康。如果想增肌，请在专业指导下科学摄入蛋白，别让肾脏替你的误区埋单。记住，肾脏喜欢的是不过量、不超标的营养供给。经常豪饮、酗酒，聚会上推杯换盏，日常也喜欢小酌2杯，看似平常，但过度饮酒对肾脏的伤害不容忽视。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，但大量饮酒会干扰肾脏对体液的调节。喝酒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更容易口渴、尿多？那是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，让身体短时间内丢失大量水分，结果脱水。脱水对肾脏来说可不是好事，会让肾血流减少，影响肾功能。长期酗酒还容易引发高血压、肝硬化等问题，而高血压又会进一步损伤肾脏。此外，啤酒里含有嘌呤，酿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，大量喝啤酒会升高血尿酸，可能诱发痛风和肾结石。有人夏天痛快喝啤酒解暑，结果肾结石发作，痛得在地上打滚。酒这东西小酌怡情，大喝伤身。为了肾脏健康，还是要适可而止。平时能不喝就不喝，至少要控制频率和量，别让肾脏替你的贪杯买单。热衷火锅和浓肉汤、涮火锅、熬老火汤是许多吃货的心头好。冬天围着火锅涮肉取暖，其乐无穷。但小心火锅和久炖的肉汤都含有高浓度嘌呤，还记得吗？嘌呤代谢会产生尿酸，一下子吃进太多高嘌呤食物，动物内脏、浓汤、海鲜等，尿酸在体内猛涨，肾脏得卖力加班把尿酸排出去。一旦尿酸多到排不完，就会沉积下来，形成尿酸结晶，不但在关节里惹出痛风，在肾脏也会沉积刮伤肾小管，甚至形成尿酸性肾结石。另外，火锅汤底往往又咸又油，含盐量高，也增加肾负担。
许多人喜欢每天喝骨头汤滋补，殊不知熬得久的汤里嘌呤和脂肪含量极高，经常喝反而容易让尿酸爆表，对肾脏非常不利。并不是说不能吃火锅、喝汤，而是要懂得节制，偶尔解解馋当然没问题，但别3天2头吃大餐，平日饮食清淡均衡才是保护肾脏的王道。总是暴饮暴食，热量超标，有人说我口味清淡也不是肉，那岂不是高枕无忧？别大意，吃太多本身也是问题。长期热量摄入超标导致肥胖，对肾脏是间接的伤害。肥胖往往会带来高血压、高血糖和高血脂，俗称三高，这些都是肾脏的敌人。体重超标的人肾脏负担更重，需要过滤更多血液来代谢身体多余养分。此外，暴饮暴食会让代谢负担剧增，短时间内产生海量废物，需要肾脏处理，也是一种对肾脏的突击考验。很多年轻人饮食不规律，饿极了就猛吃，或半夜狂啃炸鸡、烧烤宵夜，这些习惯都很伤肾。保护肾脏需要合理控制饮食分量，预防肥胖。别忘了，你的肾脏每天要帮你处理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，如果你总是吃太多，营养失衡，它可要招架不住了。所以管住嘴也是护肾的重要一步哦。以上这些不良饮食习惯都是在默默伤肾，幸亏我们现在发现还不晚，从现在开始改正还来得及。清淡饮食，均衡营养，充足饮水，这些听起来老生常谈的建议，对保护肾脏却尤其重要。讲完了踩雷的部分，我们赶紧进入下一个环节。有哪些食物是肾脏的好朋友，经常吃有助于强健肾功能呢？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通过健康的饮食来养护肾脏是最自然的方法。吃了这些食物，你不会立刻感觉肾功能满血复活，但长期坚持，它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帮你的肾脏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。下面这些食物可谓是肾脏的好朋友，快看看你的餐桌上有没有它们吧。足量的水分，严格来说，水不是食物，但论养肾的重要性，水绝对排第一。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帮助肾脏将代谢废物更有效地排出体外，减少毒素在体内累积。每天至少应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水摄入，大约8杯水，出汗多时还要相应增加。充足的饮水能预防尿液浓缩形成结石，让肾脏像被冲洗一样舒畅的工作。当然，喝水也要均匀分布在一天中，不要憋了一整天一次灌大量，这样反而可能加重肾脏负担。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是送给肾脏最好之一。丰富多样的蔬菜，多吃蔬菜对身体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其中一些蔬菜对肾脏尤为有益，比如卷心菜、包菜和花椰菜。菜花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 和纤维，矿物质含量却不过高，属于低钠低钾蔬菜，肾脏负担小，非常适合日常多吃。红甜椒、红柿子椒也是明星蔬菜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含量高，给身体提供抗氧化保护，同时钾含量低，对于需要控制矿物质摄入的人群，如肾病患者也很友好。再比如大蒜和洋葱，不仅能提供香味来替代部分食盐，减少盐的用量，还含有抗氧化的植物化合物，对心血管和肾脏都有益处。蔬菜可以说是餐桌上的肾脏卫士，每天都该来几份，种类颜色越丰富越好。蔬菜丰富的饮食既提供各种维生素，又帮助控制体重，一举多得。多吃甘甜的水果，水果不仅美味，也提供了维生素、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对肾脏有潜移默化的保护作用。尤其是浆果类水果，比如蓝莓、草莓、覆盆子等，小小一颗却富含花青素等抗氧化剂，可帮助减轻体内炎症，对肾脏有益。而蔓越莓、小红莓更是出了名的护肾护泌尿水果，它有助于预防尿路感染，间接保护肾脏不受细菌侵扰。苹果也是平价又优秀的选择，它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稳定血糖，这对于预防肾脏受到糖尿病、高血脂的损害很有帮助。还有葡萄，尤其红葡萄富含白藜芦醇等抗氧化物，也有助于心脏和肾脏健康。不过要注意，水果再好也含有糖分，吃适量就好。每天1到2份水果，
例如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一小碗莓类就足够了。别因为好处多就猛吃过量，不然血糖飙升就适得其反啦。优质的蛋白质，肾脏喜欢适量，而非过量的蛋白质摄入，所以选择优质蛋白非常重要。相比肥腻的红肉，深海鱼类如三文鱼、沙丁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有抗炎作用，对肾脏和心血管都有益，很好的优质蛋白来源。蛋清是另一个理想的蛋白质选择，含有人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，且几乎不含磷，对于肾功能不佳的人来说尤其适合。当然，对于普通人群，瘦禽肉如去皮鸡肉和豆制品、豆腐、豆浆也是不错的蛋白来源。关键是均衡搭配，每天摄入适量蛋白质，既保证营养，又避免过量加重肾脏负担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荤素搭配，鱼禽蛋豆合理平衡，不让肾脏挑着大石头干活。全谷物和高纤维食品，别忘了肾脏和心脏是一对好搭档。保护肾脏也需要顾及整体代谢健康。全谷杂粮如糙米、全麦面包、燕麦片、玉米、小米等，富含膳食纤维，有助于控制体重、稳定血糖，避免体内代谢指标失控而连累肾脏。相较于精白米面，全谷物升血糖指数更低，长期食用可降低第二型糖尿病和高胆固醇的风险，从而间接保护肾脏不受这些慢性疾病侵害。此外，富含纤维的食物还有薯类，如红薯、山药和豆类，适量摄入可以促进肠道健康，帮助排出代谢废物，减轻肾脏的解毒压力。用杂粮饭替代部分白米饭，用燕麦代替油炸零食当早餐或加餐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样营养更全面，也让肾脏轻松一点。坚果和健康脂肪，适量摄入健康的脂肪对保护肾脏也有帮助，比如橄榄油、亚麻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，有助于降低体内炎症反应，对心血管和肾脏都有益。坚果、核桃、杏仁、腰果等则富含健康脂肪和镁、硒、维生素 E 等微量营养素，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作用，有利于减缓肾化。不过要记住，坚果热量高，每天一小把，大约1两，也就是50克以内就好，而且最好选择原味无盐坚果，避免摄入过多盐分。坚果可以作为加餐零食，既解馋又提供有益脂肪，一举两得。健康的油脂和坚果有助于维持细胞膜的完整，减少炎症，让肾脏在一个相对润滑的环境中工作。传统公认的补肾食材，在中华饮食文化中，有一些黑色或深色食物被认为特别有益于肾脏，例如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、桑葚等。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，这些食物确实富含多种有益成分。黑豆富含植物蛋白、纤维和花青素等抗氧化剂，是豆类中的佼佼者。用黑豆煮汤或熬粥是民间流传的养肾方法。黑芝麻富含维生素 E 和钙、铁、锌等矿物质，常吃对头发和骨骼有好处，也被视为补肾养发的佳品。黑木耳富含可溶性纤维和植物胶质，被称为血管清道夫，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，间接改善肾脏的供血。山药、淮山在中医药理论里被认为有滋补肾气的作用，它富含粘液蛋白和淀粉质，营养温和易吸收，日常可以用煮粥煲汤，平和又养人。枸杞子虽然不是黑色，但也是传统补肾佳品，富含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，泡水或煮汤都有益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传统补肾食材并非灵丹妙药，只能作为辅助调养，但它们本身营养价值高，适当食用对身体有益。不妨将它们与上述健康食材搭配进食谱，让餐桌既丰富又养生。说了这么多，好东西当然不止这一点点。总体原则是饮食均衡，注重新鲜天然，少油少盐，你的肾脏就会受益。多给身体提供优质燃料，少让肾脏处理垃圾食品，你会发现自己精力更充沛，尿液更清亮，那其实是肾脏在偷偷对你说谢谢呢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肾脏是身体里的默默英雄，一旦真的生病，后果相当麻烦，不仅可能需要透析甚至换肾，生活质量也会严重下降，所以千万别等到出了问题再后悔。
根据统计，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患有慢性肾脏病，但很多人在早期并不知道，因为肾病往往没有明显症状。这也意味着我们更应该提前采取行动，保护肾脏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来保护肾脏。记住，少盐少糖，适量蛋白，均衡饮食，多喝开水，再配合适度运动，充足睡眠，控制血压、血糖。平时戒烟限酒，慎用伤肾药物，比如某些止痛药、不憋尿，这些都是护肾的关键细节。做到这些，肾脏一定会更长寿。想象一下，等你70、80岁高龄的时候，依然可以腰板硬朗，蹦蹦跳跳，不用频繁跑厕所，这份自由和舒适，多么值得现在努力去换取啊！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善待我们的肾脏，它好，你才能一直好。保持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让肾脏为你服务一辈子。这件事，我们每个人都完全做得到。让我们一起对自己的肾脏说声辛苦了，谢谢你，然后用实际行动去爱护它吧。